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3章的第一部分。那第3章的标题是铤而走险的人、挑战死亡的人及健康。那这一章呢，我们计划分成2部分给大家解读完因为这一章的内容比较整齐，而且比较集中它已经脱离开了这个第2章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记录真的整个生病状况的这个过程他们开始集中于这本书的完成上，所以说就有一点恢复到以前赛斯资料传递的这个节奏就大量的内容都是关于书的内容了。好了，我们看第一节是1984年3月13日，这一天是星期二下午4点10分。真的赛斯之声仍旧比平常要强大一些，更有力，而有着平常的停顿。然后赛斯说，我在此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们说赛斯午安。然后赛斯说，口授第3章你已经有了标题。真昨天下午就把这个标题给了我，铤而走险的人、挑战死亡的人以及健康。然后赛斯就开始说这一章的主题内容。他说，你的第一个想法，显然人们仿佛爱生命而害怕死亡，他们应该追求乐事而避免痛苦，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想法仿佛是爱生命而怕死亡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子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能我们一概而论。然而并非总是如此的并不是这样，总是这样。总有一些人，他们必须感觉到自己在死亡的边缘才能完全的欣赏生命的质量。这句话记住他只有在死亡的边缘的时候，才能完全的欣赏生命的这个质量和品质。如果不在生命的边缘或者死亡的边缘，他无法真正领悟生命的之美好。记住，这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是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做那种极限运动，做那种挑战野外生存，甚至超越人类极限的这些事情有很多人热衷于此，甚至毕生的精力都做这个事情。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欣赏或者享受生命的满足和快乐。记住，他们不能满足不能享受生命的满足和快乐，除非他们同时面对生命的死亡威胁和剧烈的疼痛的时候另一类人，就生命的美好、幸福、快乐，在平常的状态下他感受不到生活或者生命是幸福、富足、美满的。他一定要在痛苦的这个刺激下，或者是同时感受到痛苦、生活的困难或者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在这种长期的病痛之下，他反而能感觉到身体的美好或者是死亡的威胁下，片刻的喘息间，他感觉到生命是如此之美妙这也是一类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坚定的相信追求乐趣必然会导致痛苦而所以说他就不追求快乐他的信念里追求快乐一定带来反面的效果人不能享受人要受苦。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过于享受就一定会带来痛苦，这是错误的观点，但是很多人持这种观点。而也有其他人，对他们而言，痛本身就是快乐痛本身就是快乐。有这样的吗？有，你去看很多在身上穿孔打洞的，甚至把自己用钩子吊起来的这些人，他们在享受这种痛的过程当中享受了另外一种快乐。对，这就更不用提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两性关系中有一些这种基于这种什么虐待和被虐待的这种倾向叫施虐和被虐 SM 这种。他为什么有人愿意被虐？在被虐当中他找到了快乐。每个人的诉求都不一样，当你不能理解和接受别人的这种观点的时候就不要加以评判和指责就像这样的人一样他痛就是快乐的。还有一些人，当他们在一种健康状态的时候其信念令他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对这些人个人而言，很糟的健康会带来一种安全感。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生活中特别多啊。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看到他总是病病歪歪的啊，他总是说我这里不舒服，我那里不舒服，但是去检查也好，或者实际来说，他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真实的状况，但是他就是感觉不舒服啊。但是很多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他们往往很长寿。就这些看似病病歪歪、病病殃殃的样子的人啊，反而会很长寿。因为他们在这种很糟的健康状况里，他们反而有一种安全感，而且这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其实是没有安全感、不信任别人的，他们对环境、对食物、对这种干净卫生有极大的要求，包括食物等等，他们对什么都不怎么相信，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直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或者是不是非常好的身体状况下。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反而活的是最长的。有不可胜数的健康阶段他说这些都是人的不同的健康阶段，有高亢的、纯粹的精力充沛的、勃勃生机的，也有活力减少和不适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都是存在的。他说在上面的一句话删掉越来越少的就是这个上面这个越来越少他是不想要的就是活力减少和不适的，几乎有数不清的与健康相关的阶段数不清的不是就上面总结的这几个你可以借由将这每个阶段加以编号和定义，而发明一个完全不同的看健康的方法赛斯给了他们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每个健康的阶段加以编号给它分类比如说 A 类 A1、A3， 比如说高亢就算 A 类，那 A 类又可以分成高亢1类、高亢2类、高亢3类纯粹又分成 B 类举例子，他说你可以发明一种他建议完全不同的看健康的方法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建议你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操作，就是什么？就是你们的社会其实已经选择了识别或者界定了所有那些对健康不利的阶段了，就是那些可以被你们认出来的阶段，因为到了某一个程度健康就不在了，健康缺席了。就我们人类社会现在是能认出来，当人的健康不在的时候，你分成哪些状况，然后给你分门别类的定义成不同的状况，从亚健康一直到严重的疾病。所以说赛斯认为应该正确的方法不要说这个人有病或者是有什么疾病我们正确的说法是应该健康分成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种类，或者不同的程度，但不论哪一种程度，从更大的角度来说都是健康。而我们传统的医学认为我们是不健康了，是我们失去了健康他只认为某种状态，比如说他只认为在这种赛斯的这种高亢的这种健康阶段，我们的科学认为这是健康的，除了这种高亢纯粹精力充沛这个以外，就他上面举的这些例子的人我们都认为不健康了。其实他们也是健康，只是健康的不同种记住这中间的本质上的区别。赛斯认为所有的状况都是健康的，只是在健康的不同阶段。传统医学认为只有真正的他们认为那些非常良好的状态才叫健康，其他的状态都叫不健康或者叫得病了。所以在本书里头，赛斯说我们将专心于促进健康的方法，我们将有意的避免给这种不适命名。这里面他把 disease 翻译成不适， disease 其实是疾病的意思，在英文中这个单词代表疾病，但是它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不适不能放松
当我们开始以前，应该注明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死亡本身是你们人类以及所有其他物类的解脱啊，死亡是一个解脱者。他说你要明白，只要注明这一点啊，记住，死亡对所有人类还有其他的物种都是一种解脱，死亡本身是一个解脱者。死亡本身它并不负面，反之啊，却是一种不同的正面存在的一种开始。它反而是一种正面的开始。它修剪这个星球啊，可以这样说，以便为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也都有能量和食物。由于死亡，生命才是可能的。所以这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特质，一个是出生，一个是死亡，其实是同一个现象，不同的版本。什么现象？是生命这个现象的不同的版本。我们一般认为生命只有出生啊才是它的现象，死亡是生命结束了现象，其实不是，死亡是生命开始的另一个现象。所以说出生和死亡都是生命的现象啊，而且都是正面的。反过来说，后面会讲到，如果没有了死亡，地球会怎样啊？如果死亡从你们的星球消失，即使只有1个小时，所有的生命很快就会受到了威胁。而如果所有的可能的生命突然同时出现，那么毫无疑问的，一切都会被完全的消灭。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死亡的确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是更盛的那部分。我们必须说，死亡是健康的。这一点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我们极力避免的就是死亡，我们最不想面对的就是死亡。而这里头，赛斯从一个更广大的角度来看死亡这个问题，告诉我们，死亡才是真正的更胜于我们认为的一种生命形式它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更胜者。也就是死亡是生命形式的一个最终的，或者是一个最高的一种表现的最后的表演通过死亡可以让新生命得以生存。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都不死那就不可能有新的人类出现，甚至那些不死的人也会瞬间被饿死，因为地球的能源和食物不足以支持所有的这种物质生命同时存在。所以说他们就必须得有经历死亡这样的一个解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死亡也是健康的。就像我们的身上细胞的死亡是健康的，如果我们身上的细胞不死亡，就会变成癌细胞，反而是不健康的。所有的癌症都是这个细胞开始不死亡了。癌细胞没有死亡的这个所以说不死亡反而是不健康的。我们从身上的癌细胞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对这个星球上来说，如果把我们每个个人想成整个星球想成一个身体，那我们个人就是细胞。如果我们想追求不死亡，其实就这个星球就得癌症了所以说我们的死亡是整个地球得以健康生存的最正常的一种健康的行为所以说死亡是健康的。然后他说你可以休息了然后这个口授就结束了。说对你梦的一个评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梦我们先看梦回头再，否则你不知道他说的梦是什么他说今天下午我描写给珍描写我昨天有关乔本巴洛的梦，梦到他的心脏病得很严重，他只是仰躺在了床上，我想是一个拖车的一个环境里头，他太太玛格丽特在那儿，还有我告诉珍，我不确定这是否意味着乔死了或者是没死。然后他或多或少就忘了这个梦，然后在11点55分的时候，上午
当他在等律师电话的时候，乔的儿子约翰·本巴洛来电话，他要向我借车。由于没有预料到的过热，他的车就没法动了啊。但是他必须在2点钟到雀门郡机场去接由中西部飞来的妹妹朱迪啊，然后在5点半再去接玛格丽特和乔。我当然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双亲应该到5月份才能回来，现在才3月份。约翰说，乔就是他父亲，病得很重，全身都在疼，骨头里但也有心脏一带。检查由心脏区域抽出来的液体显示自由流动的癌细胞，一次电子扫描没有透露这些癌细胞由何而来。乔曾躺在拖车的床上，就是拖车就是医院里的那种手推车啊。而玛格丽特曾抗拒不肯送他去医院，他的糖尿病失了控。当我载约翰去医院的时候，他说我做梦的时间与玛格丽特曾经描述的相符，就是罗在梦见乔心脏疼，他跟他的妻子都在床边的时候，跟玛格丽特描述的那个时间是完全一致的。我也许曾调准了心脏周围液体的检测，但我怀疑这是否可能被确认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约翰把罗留在了医院，然后约翰就把罗的车开走了。而在6点45分打电话来说，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所有人都已经被接到家里了。他在7点05分又过来接罗。天气不太好，在他开车载我回家的时候，有1、2次相当危险的状况。我告诉他，当我可以去看望他们的时候，让他的妈妈玛格丽特打电话来所以说真记得我的梦。在我们一起的时候，当时我说我们希望它不会实现，显然它还是实现了。在回家的路上，约翰说，一个稍后的报告显示乔的确全身都有了癌症，就已经转移了。这是罗的梦。你看赛斯怎么来评价他的梦的？他对你梦的一个评论，如你所假设的，它是属于心电感应一类。在所有地球活生生的细胞之间，有一个细胞的沟通，就好像地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身体一样。你自己的知识、欲望、目的以及意图，将你调整到一些这种沟通。所以你对乔·本巴洛的关心，将你调整到他当时的身体和情绪状态。就是你在梦中感受到了心电感应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就像地球上的每一个细胞一样，他们之间会有这种超越我们人类理解的这种信息的交流，或我们称之为心电感应的能力。当你调整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能接收到这种心电感应的信息他说罗是因为你关心你的邻居乔，所以说你就能接收到跟他之间的心电感应能力。说现在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而再次的，这些课本身的确为健康和疗愈促进设定绝佳的坐标。就像我们人体细胞它们之间也会大量传递信息一样，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也会彼此之间也可以通过心电感应或者其他的方式来传递信息，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能力，就像我们的细胞也基本具有这个能力是一样的我们看下一节，1984年3月15日星期四下午4点06分，真的赛斯之声比平常还是有力，的确有时几乎是很大声，带着平常的停顿。然后赛斯说，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赛斯午安，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口授他说，一而再的挑战死亡的那个个人，事实上比大多数其他人还要怕死他说他们看似在做高空这个秋千表演这种极限运动徒手攀高层等等，这些人比如说高空秋千、特技演员、赛车手以及其他的这种做极限运动的团体，他们有一种生活状态，它包括了在一个经常的基础之上表演挑战死亡的这种特技。就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在平常的生活里头
穿插了不断的挑战死亡的这种特技表演但是一般人会认为他们不怕死亡，其实不是，他们比我们一般人还怕死他们不是不怕死才去做这个事情相反，他怕死，但是他想挑战这个死亡所有他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如果你看过相关的纪录片，你应该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所有的极限运动都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准备，在万无一失的前提下才去执行的。你看到的这些惊心动魄，都是在无数次的计算、模拟、排练、演习、练习、彩排当中一次一次的成功之后，才最终呈现给你的这里头赛斯指出这一点。他举例来说，高空秋线表演者每天都能演好几次，看来似乎这种个人以了不起的勇气在表演，甚至带着一种大多数人都不熟悉的鲁莽，大伙觉得他们很危险很鲁莽不过大多数这种表演者都是极度的标准和规律化的，他们以谨慎算计的眼神在工作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这种非常细微的这种表情的交流非常重要就对方给一个劝的眼神，这边的人才能撒手去抓对方的手或者脚这个时间点的把握是通过他们长期的练习和彼此之间眼神的交互来完成的。在每个细节不论多么微小的细节都极为重要的情况下工作就每个细节都照顾到，反复排练和演习举例而言，不论某些高空秋千的表演者可能多常被重复，永远有即刻的灾难的威胁，比如说一次失足，一次最后的灾落他说他们虽然每一次都精心的计算和模拟排练，但是仍然不能避免这种意外的发生再精巧的计算都会有意外，所以说一次意外就可能让他们生命戛然而止说这就是这些高空表演者他们每天的生活状态。他们借由测试命运就是经过密切准备以后，但是还会面对这种意外，他们在测试这个意外多久能发生。挑战死亡者每次表演时都试着向自己证明他们的确是安全的，能够克服生命最可怕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通过这个表演来证明他们是安全的，他们在精心的准备下在别人看似命悬一线的这种表演中，他们都是安全的这是他们想要体会和感受的。于是在与永远在场的死亡的威胁的对照之下，生命有着最甜蜜的福利，最伟大的满足在这种日常的死亡的威胁之下，反而生活具备了最大的甜蜜和最大的满足最甜蜜的福利和最伟大的满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比如说你如果接触过像空乘这样的人员，比如说空姐、飞行员，你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就完全不同。他们基本上不怎么存钱，他们基本上是及时行乐，他们基本上对生活持一种豁然和一种开放的态度。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哪一次执行的任务中有可能就会遭遇到意外。虽然我们知道今天的航空飞机的安全性已经高于了所有的交通工具，按照概率来说这种飞机的安全性超越了汽车、火车和人类所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对飞行员和空姐来说或空乘人员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每天都要在飞，甚至一天不止飞一班。所以这种极低的，对普通人来说极低的概率，对于那种每天都在飞的人来说就变成一个比较高的概率了。他们每天在死亡的威胁下，所以他们更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更珍惜当下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用他们自己人来描述，他们不会考虑太长远和以后未来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存的这些钱将来会留给谁，他们也不知道那些一再被推迟的延后的这种享受，不论是旅行也好这种生活的这种经历也好，这种被推迟以后的延迟享受还有没有机会去享受。所以说他们就抓住当下每一个机会去享受生活，享受生命。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一种心态。许多这种人生活在平常的生活状态之下，根本不觉得安全他在平常生活里头不觉得安全，他一定要去挑战这种高危行业他们借由设定这样的一个遭遇的环节，而再次的控制那些条件到最小的细节来保护他们自己。但是他们又非常的细致和认真。如果你接触过飞行员这个行业，你就会知道，他们比所有人都细心，比所有人都小心。他们在起飞之前要多达比如说上百项的检查工作，来确保这个飞机是安全的更不算那些地勤和地面工作人员对飞机的反复的检测。然后在4点16分停顿良久。只有当他们追逐一些挑战死亡的事业的时候，这种人才感到足够的安全，而得以在其他方面放松。而在他们挑战死亡的事业之外，还过着一种相当正常的生活就是非常普通的人的生活。也就这些高危行业的人，平常的生活又是特别的普通，但是他们又在做着我们常人无法相信或者无法挑战的那种高危行业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只有这样，他才能让平常的生活感觉到安全和幸福。塞斯说，我并无意于对这种活动做任何道德上的判断塞斯说，我不对这些行为或这些行业做判断他们往往允许一种极深的蓬勃生气和活力感。是的做这些高危行业和极限运动的人，他们的内在的活力是非常的强大的你看过那些登山运动员，你看过那些极限的潜水运动员，包括这些极限运动这些野外生存等等等等高危行业，他们绽放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和活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无法想象比如说，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坠落》，好像是两个登山运动员他们俩就是非常久的一个搭档，结果在一次登山中出现了一个意外一个人已经坠落，另一个人被那个绳子吊在山上把他的一个胳膊给他牢牢的绑在那里他既上不去，他也下不来在吊了大概10几个小时之后他要么就被冻死饿死在那个地方，要么就自己想办法解脱。结果这个登山运动员也不是运动员，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是热爱登山而已他最后我印象中是他拿出了小刀一把刀，自己在吊着的情况下生生的把一只胳膊给切断然后自己从绳子上脱落下来就掉在下面很深的地方，然后在忍受着自己断臂的这种疼痛基础之上，然后又被吊了10几个小时之后，他仍然能够坚持着一步一步的从山上从很高的山上走回他们的营地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你可以去找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人在这种极端的前提下，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非同常人的这种意志力和勃勃的生命力，对生命的渴望和坚持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不过却也是真的这种人可能多年来都享受极佳的健康，他们很多年都是非常健康的，不去算也有各种各类的骨折和擦伤这些都不算只不过如果他们试图放弃他们的活动的时候，就突然容易患上某些疾病
这也是事实啊。就一些高危运动员或者极限运动员，或者是一种普通运动员的达到这种很高的水准之后，当他们突然停止运动生涯之后，他们往往会比正常人更容易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原因是什么？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他们只有在面对这种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才能爆发出他们体内的勃勃生机和他们的生命力。当没有这种外在威胁和挑战的时候，他们内在的这种活力和生命力是没有办法绽放出来的。而当这些没有绽放的时候，当他们觉得生活不安全的时候，他的健康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底层逻辑里，只有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才反而会觉得是安全的，是健康的，是幸福的，生活是美妙的。反过来，当没有了这些威胁和挑战的时候，他们容易进入到这样的一种阶段所以说他开始一种不健康的一种表现开始出现了。当然，事情并不需要如此，自我了解和自知可以改善个人的生活，不论他们生活的活动或者情况他说事情并不是一定要这样，如果你能改变自己的信念，改变自己的认知，是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反过来有可能会延续旧有的概念不论他们的生活活动情况是怎样，它都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是真的。这些个人的确替自己选择了一个小心的计划与规律化的生活的风格，在其中他个人的以及经常的遭遇死亡的威胁，每天都变成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在其中他有意的衡量死亡和生命，就是如此。他在总结这些人的生活的特征，他一方面过着极其小心和谨慎的检查他的冒险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登山运动员会反复的多次的检查他们的装备，比如说跳伞运动员也会反复的多次的检查他们的装备，非常细心的，他们会花好几个小时来叠他们的伞包检查每一个挂钩，每一个链接，每一个绳索，每一个扣来确保万无一失这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他们过着非常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他在这两者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下，他们感受到了生命和死亡这两者同时存在，同时有可能发生的在这种衡量下，他来品味生活的滋味这就是这一类人的生活所以说赛斯把它称之为铤而走险的人，就是这一章的标题选择的这个描述的还有一类人是选择死亡的人就是前面说的，他在选择说儿童可能患上许多童年的疾病，而的确仍然是非常健康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很多孩子得了病他不说你是看不出来的有的孩子是有非常严重的疾病，但是你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健康的。对，比如说我们曾经给大伙介绍这个电影，有一个叫《死亡诗社》，里面还是忘了一个什么电影就一个小孩子就是他是有严重的疾病的，但是他父母带着他，一个小女孩对，但是小孩自己本身非常的乐观开朗这是事实成人可能因为滑雪摔断了骨头，或者沉迷于一些其他的运动，却仍是非常健康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滑雪我也是经常会有这种受伤的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你只要做这些运动都会有滑雪的乐趣也就在于失控和没有失控之间的这种平衡感这种飞速的这种速度感和失控边缘的这种控制感会带来让人痴迷的这种无法形容的这种感受但是这些人受伤以后，他们仍然是健康的。他们有的时候不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康，他觉得是因为他太健康了，所以才会去挑战这些极限运动。而在挑战过程中这些受的伤，他认为这都不叫不健康，这都是健康的过了头的一种副产品。
所以说这些滑雪的人，我举例子，我只说滑雪的人，在他们受伤以后，他们反而会去跟别人去炫耀，他丝毫不会避讳，他会告诉别人，我滑雪的时候受伤了，我骨头又摔断了，我又骨折了，然后这里怎么了，那里怎么了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我们平常认为骨折了是不健康了，但是他不觉得自己不健康啊。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他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人们因为伤风感冒或者其他的社交疾病而病倒了，比如说不能出门了，不能上班了流感也好，或者是甲流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感冒也好，那个假设呢是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了就病倒，这个是一个假设。然而呢，整体而言，这些可能是非常健康的个人，所有得感冒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不健康，他只是觉得自己得了个感冒，虽然他已经倒在床上起不来了，虽然他已经这种难受让他无法下床了，但是在他的心底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不健康的，他只是认为自己得了一个伤风感冒而已。这种心态我们每个人都有。他在举这个例子身体有自己的自我调节系统，这个被常常称之为免疫系统赛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系统，如果人们生病了，说免疫系统暂时失效了，是颇为时髦的我们都会说我的免疫系统失效了，所以导致我生病了。然而身体本身知道某些不适就是 disease 这种疾病是相当健康的反应，都身体知道你所谓的这些不适或者是成为这些传统翻译成疾病，这本书后来王继庆就把它翻译成不适，因为赛斯不想再说疾病这两个字所以所有这些不适都是相当健康的一种反应，就像前面他举的例子一样比如说你发烧，这是一种不适，很难受，但是这不是不健康这是你身体在清理一些东西身体不将疾病视为疾病身体不会这么认为的。以通常了解的说法，它视所有的活动为经验它是所有的活动都是经验，为生命的一个暂时的情况他把所有的活动都是经验，是生命的一个暂时的状态并不是最终的状态暂时的，为了一个平衡的做法它有一个暂时的状态，但它拥有一种完整感和整体的健康性整体的健全性，因为他知道它继续存在，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但他了解这些改变就如季节的改变一样自然和必要。如果每个个人都要继续存在的话都要像季节变换一样，同时地球本身拥有物质生命存活的必要养分简单的总结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知道你的身体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就像天气每天都在变化，气候也是在每天变化一样，这种季节的变换就像你身体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经历不同的阶段一样。但是你非要把某些阶段定义为疾病，这是非常愚蠢的一种做法。你的身体知道这不是疾病，只是季节的变换，或者是说身体状态的不同阶段之间的来回的转换和调整，这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大的为了存在为目的的一种平衡。换句话说，这种状态的改变是为了让你这个存在能够达成一个更平衡的状态，而必须的。如果你抗拒和不能接受，或者不把这个事情交给你身体自身来处理，你非要强加一些处理的话，那就会展现出来一种不适或者一种痛苦。然后他说口授结束了，再次的，我的确加快了那些用于疗愈过程的坐标，而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就离开了。在4点42分的时候，我给珍翻身前，他吸了支烟喝了一口水。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玛格丽特·本巴洛，乔在医院里头560号房间，他们住的是同一个医院。在他的心脏里或者周围区有一个肉瘤，明天他要化疗，所以我看不到他，直到下一天，在他治疗之间可以回家。他的糖尿病还没有控制住。在我的梦里，我写过他有一次心脏病发作，但这看来是没有击中目标。虽然
准确标示出它出问题的区域，就是心脏，这是他已经预知到了啊。有时我甚至奇怪自己是否正确的记录那个梦，因为在其中我没有看见他心脏病发作，只看见他在揉胸口啊，他直觉告诉对方是心脏病发作了。玛格丽特在帮他，而我自己只是一个目击者。玛格丽特认为梦是很了不起的，而将核查时间上的细节啊，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梦啊。所以说这个罗对乔的关心会跟他有更多的链接。好，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3月16日星期五下午3点58分。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晚安啊，赛斯午安。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口授啊，所以说你看这几节赛斯是大量的这种内容的传递过来了虽然说节数不多，但是内容加起来可能要比第2章的那些内容并不少啊。在我们能够真正的研究健康或者疾病的本质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人类意识及其与身体的关系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先了解意识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当然你知道你有一个意识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意识心 consciousness 你也有往往被称为潜意识的这个 subconscious 就是潜意识东西，而这只是包括你与意识心相连的这种感情、思绪或者经验。但如果你必须一直觉察它们，就会被认为是多余的行力，不然的话，他们会争取你的注意力，干扰如此重要的现在的决定，就是如此这段呢，赛斯描述了我们的潜意识非常重要，在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它起到了一个链接和扮演的重要的角色的重要角色的这个身份但是我们不能过度的强化潜意识的作用。它之所以是潜意识，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它不能争夺我们对意识的这种注意力。如果它过于的抢戏了，它争夺了我们对意识本身的注意力或者意识心的注意力，那会让我们无法做任何决定因为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它不是当下的，它是基于情感、情绪、经验的在潜意识里头它是分不清这种时空概念的。而这个时候你把它当做你的注意力的主要的集中的地方，那你就无法非常好的生活在当下。换句话说的更直白一点，很多人在精神上出了问题的人，就是他把潜意识赋予太多的注意力和关注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里头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潜意识很重要，但是却不能过多的关注的原因这也是很多在学习和修行的人当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很多人学完之后，他觉得潜意识很重要，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潜意识上，或者那些底层的所谓的跟高我的连接也好，跟高我的信息的沟通也好，他忽略了他当下的生活和眼前的这个意识的重要性他从一个方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从原来只关注意识而不关注潜意识或内在世界的感受，变成了只关注内在世界的感受而不关注外在世界的这种体验。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是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导致他对当前的正常的生活都无法继续和进行。一般有的时候家里人会把他送到这种心理诊所，或者是严重的送到精神病院去接受治疗，因为他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所以说这时候赛斯特意强调我们意识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强调我们的意识的重要性，不能因为我们学习了潜意识和内在世界的重要性，就把意识给它完全的否定和扔到了一边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这里头赛斯特意加以强调。如果你试着将所有这些潜意识的记忆一直保持在脑海中最重要的地方，那么你真的根本无法在当下的片刻思考和行动
你是无法的。不过你对自己的潜意识、心智的确多少有某个通路。如果你把潜意识的东西都放在你现在思考的中心的话，那你啥也干不了啥也干不了。这个你知道就行了这个有过这种体验的人明白我在说什么没有过这种体验的人，你可能不能理解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就行了那些人他是思绪乱飞他无法正常的思考和行动，他的脑袋还特别疼，还特别累，但是呢又无法控制自己这里面的情绪化也非常严重，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处在完全失控的状态。但这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他的潜意识在做主了。他说你不用担心，你跟你的潜意识是有链接的，但是你不要把潜意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也许想像一个意识的连续体那样要容易得多，因为你也有一个身体意识，而那个身体意识本身需由许多的身体的部分的每个分子之间的个别意识所组成的。他说你把自己的意识想成一个完整的连续体，就像你的身体细胞，它有细胞的意识，但是呢它也会形成一个身体的意识。身体的意识能够完全的自主的运行和操作，是一个道理。你的潜意识和你的意识，它们都是你意识的连续体中的一部分，你不用担心它们会丢失，或者是你连接不到它们，它们就像你的细胞意识一样，也能够被你连接到的。所以说你不用刻意的去强化某些意识，你就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运用这些意识，明白它们之间是有分工、有协作，意识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它们之间的功能和作用也都完全不同。你没有必要有意的强化某一部分，而刻意的抑制另外一部分。我们以前大部分的生活是忽略了我们内在的部分，内在的感受，也就是我们完全的屏蔽掉了我们潜意识的部分，或者是内在的觉知力，或者是感受力的部分，而我们把这份给它加上去，平衡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一头转向，完全朝向那个方向上去那样的话也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或者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对物质世界的执着转向了对所谓内在世界的执着。不论是哪一种执着，只要是执着，都会带来不平衡的状态，也不会让你走向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平衡、身心平衡的状态的。所以说这里头我也是借赛斯的这一点再次跟大家强调，一定要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平衡，而不是说强调某一个而故意的抑制另外一个。所以说他们之间是连续和连接在一起的，你不需要刻意的做什么有时候说人们有意识心、潜意识以及无意识心是很时髦的我们经常会说我们有高我、内我、外我什么，我们有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等等但是根本没有无意识心这种东西。身体意识是高度有意识的，只不过通常你们没有意识到它。就是我们认为身体意识是无意识的，它自动来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是错误的。身体意识是比你的意识还有意识的一个高度有意识的行为，它在每一秒钟大概有几百万次能够觉知到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及身体周围环境的状况，甚至这个世界的状况。这个是你身体的意识超出你不知道多少倍的能力，但是这部分是你意识不到的，你就会认为它无意识。其实它是意识太高了，高到你的意识无法理解的程度，所以说你反而觉得它没有意识就像一个超级计算机里面的运行的程序，对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部落人来说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他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运作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来工作的，所以说对他来说他就像不存在一样，一个道理就像神我们认为他超出我们人类理解，不知道怎么运作，其实它运作的规律超出了我们想象了我们就认为它不存在，它没有意识所以说超出我们意识的部分，我们要么理解不了要么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推理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你用大脑逻辑思考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你的意识心是需要时间的。它处理问题的解决，它形成一个假说，然后借尝试或者是错误来证明它。就是你要平常人的意识的工作原理，就是先假设一个前提，然后我去尝试一下，对了就证明是对的，错的就证明是错的。但是这需要时间。当然，如果动一块肌肉之前，你必须用那种过程的话，那你哪儿也去不了。就是如果你用这种推理的能力，或者用这种思考的能力去调用肌肉的话，那你光思考就够了，你哪儿也去不了，因为你根本调动不了这个肌肉。因为你不仅要调动肌肉，肌肉还要调动细胞，还要调动血液循环，给它供应足够的能量和养分。而这一切，如果你是通过思考来调动的话，那对不起你还没有这个能力，你无法调动身上这数以万亿计的细胞。对，所以说那身体是怎么运动的那就是身体的意识在控制它，它的能力超出我们人类的想象，所以我们人类反而认为它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就运行了那么你们意识到的其他部分处理一些自动的思考，那而以就你们而言不花时间的一种知识来运作他说那的肌肉是怎么运作的？肌肉是以另外一种意识的方式在运作的，而那部分的意识运作用我们人类的角度来说是不需要花时间的，它是瞬时即刻完成的。而这种超越了时间的这种知识的运作，而且是在意识的运作基础之上，对我们人类来说它就好像是无意识的自动在运作一样，因为它不需要花时间嘛，就好像自动的也无意识的，因为超出了你意识的理解的范畴。他在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身体的运作是在高度意识的控制之下，但是我们人类却感知为无意识的一种现象。他在解释这种现象。换句话说，我们的意识分成很多种，有些意识的活动需要时间，有些意识的活动不需要时间。好，你可以说你自己的意识的种种不同部分以几种不同的速度来运作你可以这么来理解。你的意识有很多种，对吧？有你的表层意识，我们就说意识或者潜意识不是显意识或者是意识心，你还有潜意识的部分，你还有打引号的所谓的无意识部分，其实不是无意识是有意识。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三种部分，这三种部分运行的速度它们处理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意识它需要时间的，你思考问题也需要时间的。而潜意识它更多的是跟情感情绪跟这些东西做链接，它不是特别需要时间，但是它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运作。它不需要时间的话，那些情绪是出不来的。但是它显然不需要我们人类推理的这种时间，就你潜意识出来的这种情绪上的感受，情感上的这种体验，它是非常快的就链接上了，它不是推理出来的而这种也需要一部分时间，但是比那个要快一些。那到了我们所谓的无意识阶段，就是人类的意识，不是人类的身体意识在高速调动我们身体50万亿个细胞同时协作的时候，那它的速度几乎可以快到了不需要时间的地步所以在这种意识上，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人的不同的意识的部分有不同的运作的时间，或者是不同的速度来运行。在意识的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之间进行转移，不断的进行，所以信息从一个速度转移到另一个。意识的不同部分，它们之间要互相链接、互相沟通。那它们运行的速度不同，那它们沟通信息的时候就需要翻译比如说运行速度非常快的，几乎不需要时间的这个身体意识，它想跟其他意识交流和这个分享的时候，它只能分享非常简单的信息。就他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它没法把大量的信息传递出来，因为它太快了。换句话说，
当你想运动的时候，比如当你想抬起手拿一个杯子喝水的时候，你只需要给身体意识下一个指令，去喝水这个水就行了。你不需要下那些让肌肉和骨骼神经运动的这些指令，这些是由你的身体意识以瞬间的速度完成的。它不需要你的有意识的，因为你的太慢了，你控制不了它。你一个慢的意识是无法控制一个快的意识，但是一个慢的意识怎么来调用这些快的意识呢？只需要给它指令就行了。就像我们今天使用人工智能一样，你不需要知道它怎么工作的，你只要告诉它你要什么东西就行了，它就会给你做出来。但是它后面是由一个庞大的超级计算机在支撑的。如果没有这个超级计算机，那里面可以几十亿步或者是无数步的这种运算结果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但是你不需要知道那些你只需要给它下指令，你只需要给人工智能下指令，就像你只需要给你的身体意识下指令是一样的。那身体的意识跟你的意识之间反向沟通的时候，它也是一样，它无法给你描述身体的各个部分出现了什么状况或者具体的东西，它会给你一个笼统而直接的感受，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哪里难受，或者想吃什么东西，或者想去到某一个环境里头，而这些都是身体意识给你直接的反馈，而且非常简单明了的，它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为什么太复杂了，它只会告诉你结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你的身体的本能会有一些基本的反应，比如说会喜欢某个环境，喜欢某种食物，喜欢某些人，愿意跟一些人在一起，不喜欢某些食物或者某些东西都是你的身体意识在做。那么也许你能开始了解健康或者疾病的整体画面了。我讲完这个你大概就能理解关于健康和疾病了。必须有比你先前假设的多得多的角度来考虑。他说你必须从更多的角度来考虑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意识跟身体之间的关系了。那你明白意识有很多个部分，意识的不同的部分的运行的速度也不一样，能力也不一样，它们之间还要交互信息，所以这转移过来的信息一定是做了取舍的。所以说你就知道身体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你要想的更全面一些了。你们许多人已充满一般关乎健康和疾病的城府扭曲的概念了。他说你们一般人关于健康关于身体，你们有一些旧有的腐朽的已经无法改变的扭曲的这些概念了，就是从小就被教育的举例来说，你们可能认为身体是被病毒入侵的，或者被一种特定的疾病攻击的，于是这些概念可能会令你质疑，你很可能会奇怪，身体意识为什么不起而赶走任何威胁性的疾病呢？你说身体意识既然这么强大，这么算力这么强，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疾病赶走呢？为什么呢？就像他前面举的例子，为什么有人做那些铤而走险的工作？为什么有人行走在死亡的边缘？为什么有人非得到自己一定病病歪歪的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想这样，就是认为这是身体的不同的阶段，或者这是维持一个更大的身体存在平衡的身体所必须的经历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你不能用你的逻辑去理解它为什么。为什么身体会允许某些细胞发了病呢？发了疯呢？或生长出比自己大的还要多的这些细胞呢？至少免疫系统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了必须或者肯定应该保卫自己去对抗疾病入侵之存在。他说你们人类给这个身体的自我调节的功能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免疫系统就防御系统。其实你们就暗示你们准备着被细菌或者病毒或者疾病入侵，而且身体有一套防卫机制。为什么要有防卫机制？有敌人才有防卫你先假设了一个外在的敌人的存在，所以说人类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疾病是从内而来的，而不是由外而来的。
所以说我们把自我调节的能力当做一个自我防御的系统啊，这种谬论啊会导致人类对疾病的斗争就像战场上的斗争一样，你先假设了一个强大的敌人，然后你再建立一套防御系统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情景就如你所示的展开了。展开了什么？就是当你的身体进行自我调节的时候，你反而认为是敌人在入侵，开始斗争、战斗。其实这只是一个自我调整啊，跟入侵病毒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你的信念，你建立一套防御系统，你把所有的这些变化、改变、调整都认为是入侵，都认为是伤害啊，要奋起而反击，那就导致你的身体处在这种你认为的这种疾病的状态，你就定义为这种状态叫疾病，你把身体的自我平衡和调整视为疾病啊，这些身体上的不适啊，仅仅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大平衡的必然的过程而已。就像偶尔会有大暴雨，偶尔会有冰雹，偶尔会有沙尘暴一样，但是它并不妨碍整个地球是健康的啊。所以说这就是赛斯想告诉我们的一个整体的健康观，对于身体和意识和健康，我们应该持一个怎样的正确的态度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一章赛斯想传递给我们的。好了，这部分的口授就结束了啊！他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而再次的，我启动那些加速疗愈过程的坐标，然后赛斯就离开了。所以关于这部分的介绍，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最后再次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